最纯怂的那一年，我被富豪父母找回了家中。我在车上哭得好大声，爸妈以为我是欣喜若狂，激动落泪。实际上我是怕的。真假千金文看得太多，真千金回家后通常都不讨喜，所有人都会偏心假的那个，真千金反而被冷视、被虐待，甚至挖肾挖心，心家如魔窟。我怂的一批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亲生父母找来的时候，我家正在杀年猪，村里来了不少人帮忙，一群人七手八脚按着猪，猪嚎得声嘶力竭。我爹一手抓着猪嘴筒子，一只手握着刀，往猪脖子狠狠一捅。猪挣扎越发剧烈，猪血喷了我爹一身。猪生的价值在这一刻达到圆满。不大的小院里，我爹给猪分尸剁骨架，我妈用松香给猪头拔毛，大哥拎着猪板油往大锅里放，二姐切凝固的猪血，而我正在洗我最爱吃的猪大肠。帮忙的人在旁边抽空打下手，等着一会吃杀猪宴。各自都忙起来，我们才注意到院子里不知道啥时候多了俩人，是一对陌生的中年夫妻，男的西装革履，女的穿金戴银。俩人昂贵的皮鞋底下是混着猪血的泥浆，都不知道往哪下脚。看着各自拿着猪尸块的我们一家子，瑟瑟发抖。我爹刚杀猪结束，身上杀气还没完全散去，叼着烟问：你们干啥的？中年男人壮了壮胆子，清了清喉咙：我们是来找女儿的。找你女儿来我家干啥？我妈把猪头往盆里一丢：我们家哪来的你闺女？咋的？人贩子啊？满院子顿时安静了。我爹默默拿起剁骨刀，我妈端起滚烫的松香，我大哥拿起铁勺，二姐拎起柴火棍，其他叔叔伯伯、婶婶姨姨们也各自找了扫帚、铁锹、锅碗瓢盆，连拴着的大黄都默默挣开了链子，冲着他们龇牙。中年夫妻吓懵了，连忙哆嗦着抬手指我：我们真的是来找女儿的，找18年前在凤山医院报错的女儿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到了我的身上，我手里的猪大肠啪嚓一下子落在地上。啊，这对夫妻姓叶。在他们的讲述中，事情渐渐明晰。18年前，他们二人在开车去查看专案的路上遇到泥石流，妻子受惊吓早产，送到了最近的凤山医院。小镇医院人很少，那天一共就只有2个产妇，生下的都是女儿。不知道怎么的，两家抱错了孩子。如果不是不久前叶家的小女儿出了车祸，输血时发现血型有误，这件事直到现在也不会有人发现。影视剧里的俗套桥段，居然真的就发生在了我们身上。我爹妈听到这件事后面色沉重。我从小和他们的确不太一样。徐家的孩子都骨架很大，身体皮实，只有我骨架纤细，从小体弱多病。再仔细一看我的五官，和爹妈半点不像，和中年男人倒有8分的相似。我爹不信邪，带着我去做了亲子鉴定，结果一出，盖棺定论，我的确不是我爹妈的孩子。我不是徐安安，而是叶安安，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，货真价实的真千金。听到结果时，我爹妈情绪复杂。大哥挠了挠头，完蛋了，我宠了这么多年的妹妹要去别人家了。二姐有些焦虑，坏菜了，真假千金文的故事竟真的发生在我们家了。
然后俩人不约而同看我。妹子，那么多小说里的真千金可都很惨的，你又怂又没什么心眼儿，你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我慌了。是啊，我以后可怎么办啊？跟着亲生父母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在哭。俩人以为我是欣喜感动，安慰我好久。天知道我其实是怕的。来之前，二姐给我恶补了许多篇真假千金文。在这些文里，真千金通常都是最惨的那一个。虽然被认回家，可父母更偏爱从小养在身边的假千金，同时嫌弃真千金在外面也惯了没规矩。一大家子上到老下到小，再到保姆司机，没有一个待见真千金。真千金被所有人漠视，甚至是虐待，动辄嘎腰子、换心脏，甚至是被送去缅北或者是什么蛇岛。总之就是要被扒层皮没半条命才算完事儿。我这人从小就怂，3岁怕鸡，5岁怕狗，10岁怕个子高的小朋友。长大了也一样，被人欺负不敢还手，只敢弱弱回家找哥哥姐姐哭。现在你告诉我，我就是书里悲惨的真千金。来找我的不是父母，而是黑白无常。要回的不是家，而是魔窟。我怂的一批。在我满心恐惧时，车停了，停在一栋大别墅前。大门外站着一群人。父母给我介绍时，我挨个看过去。不苟言笑的大哥，目光精明的二哥，吊儿郎当的三哥，还有刚出院面色苍白羸弱又可怜的姐姐。一打眼过去，标准千金文配置。想到小说里的惨况，马上就会在我身上浮现。我哇的一声，哭得更大声了。一家子都被我哭懵了。母亲在旁边红了眼圈。可怜的孩子，过去一定吃了不少苦，瞅瞅他回家后都激动成什么样了。父亲叹气，瘦得和猫似的，今晚让人多给安安做点好吃的补补。大哥还是不苟言笑的模样，却抬手摸了摸我的头。小妹是见到我们太高兴才会这样。二哥扶了扶眼镜，默默叮嘱管家，给小妹好好准备接风宴。对了，记得问问小妹有没有什么忌口的。三哥挤不进人堆，在外圈急得团团转，只能吼：小妹，欢迎回家。姐姐抽了抽鼻子，你别哭了，你一哭我也想哭了，怎么办啊？我泪眼朦胧看着眼前的一切。真假千金文里是这样写的吗？当天晚上便是家宴。在得知我没失魔忌口后，家里的厨师开始了炫技制作，满桌子美食看得我都眼花。除了我之外，所有人都在动作娴熟又优雅地切安格斯牛排。我动作生涩地拿着刀叉，对西餐实在是吃不习惯，只觉得塞进嘴里的牛排味同嚼蜡，想念着我好不容易洗干净却没来得及吃上一口的猪大肠。饭后，我看着楼下角落里的杂物间，正要走过去，母亲忽然叫住我：安安，你去杂物间做什么？我弱弱地说：这不是给我安排的房间吗？在这类小说里，回家的真千金不能和假千金抢房间的，一定会被安排在阁楼或者是杂物间这样的地方的。母亲怔了一会儿，直接拉住我的手。她带着我上了2楼，推开了一扇门。门内是一看便知用心准备的粉白色公主房。妈妈怎么会让你去住杂物间呢？这才是妈妈为你准备的房间。我更慌了。那姐姐呢？月月的房间就在隔壁。母亲说着放缓声音。安安，爸爸妈妈和你的养父养母商量过了，你姐姐和你一样都在读高中，京市的教育资源要更好，所以暂时让月月留在这里，和你一起读书。虽然血缘上月月和我们没关系，
但他毕竟在我们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们对月月是有感情的，就如同你的养父养母也舍不得你一样。这个母亲和书里的不一样，她更温柔，也更开明。怕我会多想，所以耐心地和我解释。不知不觉，我又有点鼻酸想哭。妈妈，我都理解。母亲便笑了，让我好好休息，摸了摸我的头后离开了房间。她刚走没一会，忽然有人敲门。来人是叶清月，不，现在他是徐清月了。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相顾无言。在我下意识犯怂要后退时，徐清月忽然道：“你不用害怕我。”他直说道：“被报错不是我的错，我不是故意抢了原本属于你的富贵人生的。虽然得知真实身份后我很难过，但我也不至于像那些影视剧里的反派角色一样做欺负你的事。”我怔怔，他已经进了房间，拉着我坐在一起，坐在床上。安安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家里的事情？我和徐清月一起趴在床上，我拿着手机给他看相册，相册里全是我拍的家里的照片和视频。前几年家里刚盖起来的3间瓦房，房前有几只散养的鸡鸭和大鹅，院子里有牛棚和猪舍。刚出生的小牛刚颤巍巍站起来，母牛一舔它，给它舔一个跟头。墙根底下有个鸡窝，鸡窝里有刚破壳的小鸡仔，湿漉漉睁着眼睛看过来。看家护院的大黄满院子追鸡撵鸭，甩着舌头撒欢。后院还种了好几棵果树，丰收的时候满树果子，我摘了一个，等不及洗就开啃，还掏出手机自拍，笑得一脸傻兮兮。还有干完活扛着锄头回来的我爹，看我在拍照片，咧嘴抬手比了个丑兮兮的耶。以及正在给我赶生日长寿面的我妈，我贪玩往她脸上抹面粉，她挥着擀面杖要揍我，却不巧揍到了刚进门的我大哥。大哥顶着一身的白面一脸懵，二姐在旁边笑出了鹅叫，干脆被我妈连着一块揍了。嘎嘎笑的变成了我。我一边翻一边讲解，徐清月安静地听着。她一开始边看边笑，笑着笑着眼圈就红了。他们看着真好。是的，他们都是很好很好的人。他们会喜欢我吗？徐清月有些忐忑。我不会干活，不会种地，不会养鸡鸭，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相处。可是你是他们的女儿，这就够了呀。我忍不住安慰她。安慰完，才想起我其实和她的心情一样。我有点害怕。徐清月说，放暑假时你带着我回去见他们，好吗？我说好。我们相视一眼，笑了。一夜过去，我和徐清月之间的关系亲近了许多。父亲派了司机送我和徐清月一起去上学。这是一所贵族私立高中，这里的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。我有些紧张。小说里，穷人家的孩子在这里一定会被欺负。真千金更是会被假千金的一众跟随者霸凌侮辱。不行，不能想，越想我越怂。一直到进教室，一群人围了过来，对着徐清月道：“月月，听说你出车祸了，没事吧？”“没事没事，就是小伤，已经好了。”“还有，我们听说你其实不是叶家的孩子，是被抱错了。”一时间，整个教室都安静了下来。他们也看到了怂兮兮躲在徐清月身后的我。他难道是……徐清月下一瞬间就把我拉了出来。她是叶安安，是我养父母的亲女儿，昨天才刚刚被接回来。说着，徐清月笑了笑。确实是抱错了，但我爸妈心软，没有和我断绝关系，让我继续留在这里上学，我才能继续和你们做同学。我很惊讶，我没想到
徐清月竟然会如此坦诚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同学们也都很自然的就接受了这件事，还围着我们一脸兴奋。我还以为这种剧情只有小说和影视剧里会有，没想到抱错孩子这种事真的会发生啊！一群人七嘴八舌围着我们说个不停，直到老师来了，才安静下来。班主任是个面容和蔼的中年人，他单独找我，给我几张试卷，想看看我基础如何。他知道我的来历，本以为之前都在小县城上学的我会基础薄弱，却没想到我的成绩竟然很好。虽是小县城的学校，但老师负责，我勤奋且头脑也聪明，所以我并不是学渣，还算是个学霸。班主任大为惊喜，他当即拿着我的试卷进了教室，对着一众同学夸我，让那些富二代们多跟我学学。我刚要担心我会变成众人的眼中钉，没想到迎接来的却是众人欣赏和羡慕的目光。看来这里并不是小说里的那么可怕吗？我心安了不少，准备收收我的怂气。冷不丁的，忽然听到有人对徐清月说：“清月，那你的那个说只跟叶家女儿订婚的未婚夫该怎么办呀？”整个教室瞬间一片沉寂。在真假千金文里，总会出现那么一个男主，假千金对他死心塌地，非他不嫁。可两家是商业联姻，男主必须娶真千金。从此假千金嫉妒真千金，开始各种陷害。而男主也嫌弃真千金曾经是个村姑，动辄对真千金冷嘲热讽、侮辱欺负，想想就令人窒息。我瑟瑟发抖，看向徐清月，我没想抢你的。徐清月却毫不在意。一直到放学，他拉着我去了文体馆。这里有大我们一届的学生正在打比赛，篮球场上两队人正在比拼，看台上坐了许多人，欢呼和尖叫不绝于耳。我一头雾水时，徐清月指了指球场上正挥汗如雨的一个男生：“你看他，帅不？帅的，看着很阳光，他就是那个未婚夫。”“不是。”徐清月红着脸，视线一直定在男生身上，没挪开过。“这是我喜欢的那个。”他指了指操场边。那个死人脸学生会主席宋朝才是你未婚夫。”我看向那个穿着白 T 恤正在做什么记录不苟言笑的男生，睁大眼。徐清月说：“其实我早就有喜欢的人了，就因为这破婚约，害得我都不敢和喜欢的人说话。但你回来了就不一样了，现在婚约是你的，我是自由的。”“我不是，这对吗？”球赛结束，徐清月蹦跶着就要去找他的暗恋对象，他把我推给了宋朝，顺带说明了我是叶家真千金，是他未婚妻这件事。我很尴尬，看样子宋朝也是。好在是他主动开口：“你之前在哪里？”“村里。”“村子里的生活怎么样？”虽然是他主动问的，可他语气平淡的，好像在做什么笔录一样。但他说到我家，我可就有话说了。我当即口若悬河。我家后面是山，前面是河，可以上山捡蘑菇，也可以下河摸泥鳅。新鲜的榛蘑炖小鸡可好吃了，我一顿能干2大碗。炸泥鳅也好吃，配青红辣椒丝一炒，往饼子里一夹，鲜香好吃，拿牛排给我都不换。我来之前，家里还刚杀了年猪，我们自己家灌的猪肉香肠可好吃了，你想不想吃？我让我爹给你寄点尝尝。”我说了一大段后，才注意到宋朝一直默吭声。他安静在旁边看着我，没时抹表情。我更尴尬了，我前笑2声，转过头也不说话了。却没想到，忽然听到他说：“好啊，啊，猪肉灌肠。”
啊，那加个微信，留个地址，我让我爹给你寄几斤。徐清月回来时，我和宋朝已经聊了有一会了。话题从猪肉灌肠到猪头怎磨脱毛，猪后丘是哪个部位，再到猪大肠怎磨才能洗得更干净。话题始终围绕我家猪。准备走时，徐清月一脸懵逼地看着我手机上给宋朝的备注：爱吃猪肉肠那大馋小子。徐清月。没过多久，迎来了第一个假期。我准备带徐清月回村里，没有让家里的司机送，我们自己去坐的高铁，又转了大巴。先到市，到县，再到村，从宽敞平整的柏油路到逼仄狭窄的小路，再到烟尘四起的土路，才终于到了我们家。我和忐忑的徐清月刚进门，就看到一红一白两个影子猛扑过来。红的是大公鸡，逮谁啄谁；白的是大鹅，逮谁拧谁。万万没想到，最先迎接我们的是这俩玩意儿。徐清月哪见过这阵仗，直接吓懵了，被追得满院子跑。我满头大汗的想拦，可怎么也拦不住。一时间，院子里一片混乱。鸡和鹅追徐清月，我追鸡和鹅，凑热闹的大黄汪汪叫着追我。忽然一高大身影像是利刃一样横插进来，两只大手一边薅住一个长脖子，一把拎了起来。鸡哥，嘎，我哥竟然欺负我妹妹，想死是不是？公鸡和大鹅足。我哥回头看徐清月，之后笑着走过来。是清月对吧？果然是我们家人，和咱妈简直是一个模子生的。徐清月心情此刻有些激动，我哥才说了两句，他就红了眼圈了。我连忙问，哥，爸妈他们去哪了？在大棚里呢，你姐也在那儿。我立马带着徐清月去找人。路上，我给他讲，以前家里穷，毕竟农民靠天吃饭，赚一年赔一年的莫定数。直到咱哥大学毕业，他是学农学的，听说城里很多大公司都想要他，但他还是回了家。回家第一年，粮食就增产了，他还弄了个蔬菜水果大棚，不光是咱家，连带着整个村，都因为他受益了不少。徐清月听得眼睛亮亮，哥哥真厉害，咱姐也厉害呢。这时候正到了大棚，我带着他看向大棚最边上正在直播的我二姐。咱姐是学新媒体行销的，毕业后也是好多大公司抢着要她，咱爸妈也想让她留城里，但她硬是回来了，每天直播咱家产的粮食水果蔬菜，第一个月就来了不少订单。现在她已经是个大主播了，全村的农作物她都帮着卖，往年滞销的东西她都给卖出去了，再也不用怕上门的那些粮贩子菜贩子压价了。我们说话时，二姐发现了我们，她回头看了一眼，看到徐清月时怔了一下，紧接着猛然站起来，激动不已。直播弹幕中有人问怎么了，二姐说是我妹妹回来了，我得下播了。弹幕中有人说原来主播还有妹妹，二姐便笑了，是，我有2个妹妹呢。爸妈这时候也过来了。俩人看到徐清月之后，先是愣了一会，之后我妈开始哭，我爹也开始抹眼泪，我哥我姐也凑过去，4个人抱着徐清月一起哭。我在旁边眼巴巴看了一会，忽然一只手一把将我拽了过去，变成了我们6个抱一块。哭过一场后，我爹去捧了个自家种的西瓜来，我们6个人一起吃瓜。我一边啃一边问徐清月，甜吗？徐清月顶着一双哭得略微有点肿的眼睛回复我，甜，超甜。我嘿嘿一笑，又啃了一大口，还没等咽下去呢，忽然隔壁一老拄着拐杖走了进来。哎呦，你们都在那，快帮帮忙，我家小牛跑了，赶紧帮我撵回来。
我爹、我妈、我哥、我姐还有我，立马把瓜一放，一溜烟就出去了。徐清月有些茫然地跟在后面，他眼睁睁看着我们一家子撒丫子逮撒欢乱跑的小牛，眼神从纠结到犹豫，再到坚定。就在小牛刚好从他身边经过的一瞬间，他顺手用脱下的外套盖住了小牛的头，然后一把搂住了小牛脖子。我逮住他了。我们5个人再加一唠，皆是面露欣赏，一起鼓掌。不愧是我家闺女，就是厉害啊！是啊，我妹妹身手就是利索。月月真厉害啊，比安安强多了。她第一次抓小牛是被撞飞了，一直哇哇哭。我夸她就夸她，怎么还搞拉踩呢？不是，姐，你掀我老底干啥啊？你要是磨个老底，我想掀还掀不了呢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笑了。当晚，撵着徐清月逞威风的公鸡和大鹅上了桌，一共4个腿，2是我的，2是徐清月的。家里养的溜大鸡和溜大鹅的肉和市场上买到的不一样，特别紧实，肉味十足，啃起来喷儿香。还有几道自家种的菜做的小炒，又脆又嫩，吃着清甜可口。徐清月成天念叨着减肥，可这会已经在吃第2碗饭了。饭后，我妈带着徐清月去了给她准备的房间。农村不像市里，没时磨夜生活，第2天还要早起做农活，都睡得很早。全家入睡后，忽然一个影子裹着被子悄悄溜进我这屋，上了床。徐清月躺在我边上，从被子里露出半张脸，一双眼睛晶亮。你知道吗？在来到这里之前，我一直很紧张。我怕他们会不喜欢我，也怕我会没法适应这里的生活。我转过身面对他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我只觉得一切都很好。徐清月掰着手指头数，爸爸很好，妈妈很好，哥哥很好，姐姐很好，你也很好。除了追着我跑的公鸡和大鹅，所以这俩进度了。我忍不住哈哈大笑。我们2个说了大半个晚上的悄悄话，直到困得睁不开眼，在一起睡过去。第2天，爹妈带着徐清月满村的走。村里人大部分都姓徐，都沾亲带故的，他们要带着徐清月去认亲。徐清月每到一家，就会收上一家的红包。等他回来时已经是下午了。他坐在我床上数红包，嘴里一直在念叨着：这是2大爷给的，这是4姨奶给的，这个是3叔给的。我在旁边一边啃苹果，一边提醒他忘记了的长辈。其实全村给的红包全都加起来，也买不起徐清月手腕上的那一根手链。可他还是认认真真的数着，还拿出了小本子，认认真真的记着。当晚，村里为徐清月办了认亲宴，全村杀鸡宰牛，借了小广场摆桌子。饭桌上的菜肴热气腾腾，各位长辈的关切问候一声接着一声。徐清月默忍住，又哭了一场。一直到一切结束，她还在抽鼻子。我带着她远离了人群，来到村子后头的小山坡上。这一会，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。乡下和天空和城里的不同，这里的天纯净透亮，干净的可以直接看得到璀璨星河。徐清月仰着头，几乎看呆了。好一会，她才说：安安，你家好美。我笑了一声，说什么呢？这明明是咱家。对，咱家。咱家好美。嘿嘿。徐清月和我在家待了整个假期。要踏上返程时，我爹把所有徐清月和我爱吃的东西都准备了一堆打包起来，还有各种土特产，全都寄到了我父母那边。大概是怕我会心里不舒服，我妈特意把我拉到一边解释：安安，虽然你姐姐回来了，但你仍然是我们家的孩子，
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的。爸爸妈妈希望你们两个都好好的。我嘿嘿笑，说：妈，我都知道的。回到城里家的隔天，快递也送到了。当天我亲自下厨，用乡下的土特产做了好几道菜。随着一道道菜上桌，父亲默默拿出了珍藏许久的红酒。饭桌上，徐清月兴奋地讲着他这些年的所见所感。另外几个人一边吃一边听。真的不是我自夸我的厨艺，我做的那几道菜，话不多的大哥连着说了好几次好吃。向来自律的二哥，嘴上一边说不能吃太多碳水，一边去盛了第3碗饭。三哥吃得最畅快，顺便问：那边的家房子大不大？能住下几个人啊？下次我们也想去。徐清月想了想，说：家里住不下，但可以去姨姥和大伯他们家住，反正村里亲戚多着呢，随便住。就是得小心一点。徐清月说起来还有点后怕。村里的恶霸比较多。恶霸？三哥一脸惊讶，其他人也是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村霸？有啊，公鸡啄人可疼了，还有大鹅，可猖狂了。待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彻底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转眼就到了高3冲刺。徐清月成绩比我差许多，并不是因为他学不会，事实上他很聪明，但他对这些兴趣不大，他更喜欢美术。高2下半学期时，他就偷偷瞒着父母去学了画画。一直到高3了，父母才知道徐清月想走艺考这件事。父亲很愁，骂了徐清月一毒。母亲倒是开明，劝父亲支持女儿想做的事。于是父亲只能一边叹气，一边给徐清月找了更好的美术老师来家里教她。总有人说艺考生很轻松，事实上艺考生和文化生一样都不容易。要在保证专业课提升的情况下，文化课也不能完全落下。我和徐清月一起学习，每天互相打气。有那么一天，我忽然突发奇想，我在别墅庭院里养了一只公鸡，每天刚日出，鸡就开始飞甲山上打鸣。一听到那声高亢的喔哦，我就立马飞奔到隔壁房间，把徐清月薅起来背题。徐清月要哭了，竟然想出这招，谁还能卷得过你？就卷最后3月，这一时的痛苦才能换来未来的自由，赶紧起。呜呜，叶安安，你不是人。徐清月撒娇耍赖无果后，只能妥协。我们一起背题刷试卷，实在是累了学不动了，徐清月就一边哭一边打开手机看直播，看的还是二姐的直播，然后疯狂下单。她说花钱可以解压，给我看傻眼了。明明想吃啥可以直接让家里人寄过来，偏偏要花钱买，这钱还要分一部分给平台。这种解压方式，徐清月忽然看我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我默默点赞，没有，你机智的嘞。家里养了公鸡之后，有利有弊。好处是几天之后，徐清月就养成了作息，天一亮就起。坏处是全家都养成了这个作息。父亲醒了没事干，干脆盘着他的奇楠沉香手串，跑去公园和老大爷们下围棋。母亲醒了后跑去晨练，1个月后有些圆润的小腹紧致了不少。听说她还找了几个贵妇姐妹组局一起练。大哥二哥事业心很重，起床就处理公司事务。三哥性格有些让人无语的跳脱，他醒来先斗鸡，斗完了之后再跑上楼，兴致勃勃地监督我和徐清月刷题。我们一家子就这样开始被一只鸡支配着。一直到高考前夕，我养父一家子来了，2家人聚在别墅庭院里烧烤，烤的是从村里带过来的半只小羊羔和小笨鸡。作为2家的老猫，我和徐清月是最受宠的。
备菜烤肉的活儿是一点不用干的，最香最嫩的那一块肉一定是我们的。我俩吃着喷香的烤肉，笑眯眯地看着眼前的亲人们。此刻烤肉局已经到了尾声，两个爹都喝多了，俩人开始忽然握着对方的手，你喊我大哥，我喊你大兄弟。两个妈在旁边喝茶，话题始终围绕着家里的儿子有多不让人省心。几个哥哥不敢这时候撞枪口，默默拿着几串肉和红酒跑另外一边去吃。徐家的大哥经营着的农产品公司刚起步不太久，公司里有很多问题，他正在和叶家两个早就在公司做事许久的哥哥们取经。三哥则跑去找二姐一起打游戏。我姐游戏打起来简直是六亲不认，打得三哥差点跪地喊爸爸，但他不认输，咬牙切齿的要再开一局，然后又输，再输，还输。三哥服了，他对着我二姐虔诚拜师。眼前场景无比和谐，美好的像是一场梦。真好，徐清月笑眯眯地说。我点了点头，是啊，我们真幸福。说完我们相视笑笑，一起上楼去背书。明天就是战场了，一个好的士兵自然是要时刻备战的。隔天，两家人送我们一起去了考场。原以为这一天会有多么紧张激动，可实际上就像是经历过的无数场普普通通的考试一样，有些慌，但不多。一直到最后一天考完，我们彻底松了一口气。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。我和徐清月一起看着面前的大公鸡，杀还是不杀，这是个问题。高考结束了，他也该功成身退了，当然是要退进锅里。大哥皱了皱眉，你们两个都是女孩子，怎么动不动就喊打喊杀？二哥扶了扶眼镜，留着他确实是没什么用了。三哥一脸难过，每天被他叫起床都有感情了。母亲不忍，他毕竟也是我们家的功臣。最后父亲拍板，杀什么杀？养着得了，我们家还能缺你们这一口肉了？鸡的命得以保留。只有我和徐清月吸了吸哈喇子，扭头就去了村里，吃他的同类去。毕业后的暑假享受了没几天，徐清月忽然找到父母，说要出国。全家都很意外。他的艺考成绩很好，高考成绩虽然还没出，但估的分数也不低，在国内完全可以上一所不错的大学。全家轮流劝他，可他始终没有改变主意。当晚我躺到床上，才冷不丁想起来，前2天父亲在餐桌上说以后要安排我们进自家企业，要我们2个学习管理公司，他会在合适的时候给我们股份。徐清月想出国，是因为他不想进叶家的公司，不想要这个股份。我立马溜到了隔壁。清月，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你也是叶家的女儿，叶家的东西本来就应该有你一部分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徐清月怔了一下，之后把我拉到床上。我想出国确实有一部分这方面的原因。我并不是爸妈的亲女儿，我代替你过了近20年的幸福日子，我一直觉得对你有亏欠。虽然我名义上是叶家的孩子，但我和爸妈终究没有血缘关系。可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别的原因。徐清月忽然嘿嘿一笑。其实我对管理公司这种事一点兴趣也没有，我更喜欢清闲，而且国外能进修到更好的绘画技术，我想去学。还有更重要的，是因为康硕在那儿。康硕就是他喜欢的那个球场小哥，他和宋朝是一个班的，大我们1届，高考结束后就跑英国去了。我原本还在惋惜徐清月的初恋就这样夭折，却没想到他压根就没死心。感情你是个恋爱脑啊。恋爱脑怎么了？我喜欢谁就追谁，青春短暂，
就应该不留遗憾。仔细想想，徐清月说的也对，所以我也没再多说，和他嘻嘻哈哈笑闹了一阵，后来干脆在他床上睡了，一夜好眠。没过多久，徐清月便走了。他走得潇洒，两家子人却是各种舍不得，送他时望眼欲穿。我在城里待得无聊了，想回村里消磨时间。还没启程，忽然收到了来自爱吃猪肉肠那大馋小子的消息。我这才想起来我还有这么个未婚夫。爱吃猪肉肠那大馋小子，说好的猪肉灌肠呢？抱歉，忘了。爱吃猪肉肠那大馋小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村？今天。爱吃猪肉肠那大馋小子，能多带一个人吗？你就这么想吃猪肉灌肠吗？爱吃猪肉肠那大馋小子，行吧，我带你去。于是我带着宋朝回了村。刚踏进村口，路两边三五成群聚着的人便齐刷刷朝着宋朝看了过去，瓜子也不嗑了，嗑也不唠了，就直勾勾盯着他看。短短一条路，宋朝走得跟检阅似的。向来淡定的宋朝不淡定了。这一会正路过四大爷家门口，院子里的四大爷看到宋朝后，忽然一拍巴掌，蹦着高的直冲我家跑过去。宋朝，他要去哪？我麻木，通风报信，告诉我爸妈我早恋了。宋朝，我们还没恋上。你不是我未婚夫吗？恋没恋上的不都一样？宋朝，我和宋朝推开家门时，面对的就是齐刷刷的四双眼睛。我爹我妈我哥我姐，还漏了一双，还有大黄。另外的鸡啊鸭啊鹅啊牛啊，实在是数不过来，就不算在内了。我和家里人介绍宋朝，直说他是我未婚夫。我有未婚夫这事他们是知道的，三姨老听说这件事时选吐槽，说有钱人就爱搞这些拉郎配。听说我未婚夫来了，住对门的半瘫痪的大姑奶奶艰难推着轮椅过来了，安安有对象了，快让我老婆子仔细瞅瞅。也不止四姑奶奶，还有二大爷三大爷七姑六婶三舅妈大姨妈，一群好心儿亲戚都跑来我家小院凑热闹了。宋朝，堂堂宋家大少爷，变成了动物园的妈喽。度过了兵荒马乱的一整个白天后，我带着宋朝去了村后小山坡上。小山坡不高，我们在这里可以眺望到全村。总算安静下来，终于可以说一些话了。我说，我知道你想退婚。宋朝回头看我，我不看他，坐下来，顺手薅了根狗尾巴草在手里捋着。我虽然被认回了叶家，但我有18年都生活在这里，无论怎么看，我都不像是一个富家千金，和你站在一起是完全不搭的。你想错了。宋朝叹了口气，叶安安，我从来没想过要退婚。他也躺了下来。我们这个阶层的人，结婚这种事大多都不含什么感情，全都是利益牵扯，双方只需要利益捆绑。只要我的结婚对象是叶家的人，无论是之前的叶清月也好，还是如今的你也好，对我来说毫无差别，都一样。可是和你相处过后，我发现和你接触起来很有意思，我还挺喜欢的。而且你们家的猪肉肠确实挺好吃的。我发呆的时候，两只手已经胡乱编出了一个蚂蚱出来。宋朝对蚂蚱很感兴趣。你的手还挺巧的，编得真好看。啊！我下意识把蚂蚱丢给他。你喜欢，那送你了。宋朝眨了眨眼。这算定情信物吗？我越发无语。谁家定情信物是狗尾巴草啊？大兄弟，你知道我们这其实算早恋吗？我们可是未婚夫妻，总得培养一下感情。啊，
我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。等送他走的时候，多给他带点猪肉灌肠吧，反正他爱吃。高考分下来后，我去了宋朝所在的大学，并不是因为他啊，纯粹是因为我想学的专业是金融，而宋朝那群大学金融专业全国顶尖，我在大学里学得不亦乐乎。徐清月在大洋彼岸拿着喜欢的画笔，也追到了他喜欢的男生。我们经常隔着大洋视频，我在这边啃着金融相关书籍，徐清月在那边优雅画油画，时不时还和男朋友笑闹一场，你侬我侬。我看得直起鸡皮疙瘩。徐清月还莫忘记对我做鬼脸，羡慕吧，妹子啊。我默默拿出手机，给身处英国的他看村里我妈给我做的一桌美食，正中央是一锅香喷喷冒热气的炖鸡。不羡慕，我一点也不羡慕。徐清月果然急了。啊，你等我回去的，我要吃5只鸡。视频最后时，宋朝进了镜头，他那边刚下课，来我们自习室喊我去吃饭。新开了一家农家乐，有你最喜欢的几道菜，我们去尝尝吧。我立马收拾好东西就要走，准备挂视频的时候，看到荧幕里徐清月一直对着我笑。你现在和宋朝很熟吗？宋朝插嘴，我是他未婚夫，和他不熟怎么能行？徐清月笑得更开心了。他对我说，叶安安，我们都会幸福的，对吧？我也笑，我们这么好，怎么可能会不幸福？徐清月，对，没错。我们相视一笑。挂掉视频，我对宋朝说，今天心情好，我要吃2大碗。大4实习时，我进了家里的公司。最开始时，从基层开始做起，积攒经验，提升能力。每天忙得像狗，但进步得很快。我有不懂的就会去问几个哥哥，他们帮了我很多。三哥则自己创业，他入股了我徐家的大哥的农产品公司，俩人一起忙事业。二姐照旧带货，带得风生水起，粉丝数量节节攀升。徐清月在大洋彼岸接着读硕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成长着。2年后，我在家人的带领下，终于有能力做管理层。我终于有了独当一面的实力。宋朝父亲原本还有些不看好我这个村里走出来的真千金，但随着和我接触次数的增多，他看我的目光里渐渐多了欣赏，甚至开始经常撮合着宋朝和我约会。又过了半年，徐清月和康硕回国，那2个人开始开画廊、办画展。相对比我的忙碌，徐清月很闲很自由，半个月住城里，半个月带着男友回村儿。村里的生活给了她大量的灵感，她的画作里出现了很多乡村元素，那些质朴又热情的色调和笔触，让她的画空前的受欢迎。我还收藏了一幅画，是一片丰收的麦浪，边缘的土路上跑着一只大黄，还有公鸡和大鹅跟在后面趾高气昂。我说，这鸡和鹅怎么这么眼熟？徐清月笑得灿烂，就是我第一次进家门时撵我那俩，能不眼熟吗？我采访你，为什么要在这幅画里画他俩？画一半饿了，忽然想吃家里做的铁锅炖。一场商业晚宴，我端着红酒杯在生意伙伴们谈笑风生。曾经那个怂的一批的小女孩，如今已经百炼成钢，再也不畏惧任何了。谈完后，我悄悄走到了一个角落里，同样来了这里的宋朝走了过来。我们2个对着叹气，虽然不畏惧，但我还是不喜欢这样勾心斗角、处处算计的场合，恰好他也是。我们2个一碰杯，累得慌。我也是，我想回村了。我也是。我们对视一眼，会心一笑。隔天我们便安排好了工作，回村了。
我们脱下那一身昂贵但并不如何舒适的衣服，换上了二姑奶亲手做的大花棉袄。宋朝在院子里来回巡视，观察着走地鸡、走地鸭、走地鹅。他如今的待遇可完全不一样，基本上就是指谁谁死，他这边手指头还没等落下，我妈的菜刀就已经挥过去了。走地鸭，嘎！这时候正是年根底下，家里又要杀年猪了。村里几个宋朝的同龄人来帮忙，上下打量宋朝一眼，摇摇头撇撇嘴。不行，城里来的可干不了这活儿。宋朝一声不吭，但我知道他不服气，他撸着袖子就跟着一起去按猪了，按得气喘吁吁，然后被我爹杀猪的场面惊得面色发白，瑟瑟发抖。但杀猪菜端上桌时，他吃得比谁都香。饭后，我们又去了村后小山坡上，在这里能看到很美的夕阳。忽然宋朝拿出了一个小盒子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枚精致的钻戒。从前我以为和谁结婚都一样，现在我却发现一点也不一样。安安，我和你在一起很开心，我想和你往后余生都相守下去。虽然惊喜，但我并没觉得多意外。我接过戒指，然后拿出我编好的狗尾巴草戒指。其实我也这么想的，但被你抢先了。宋朝老老实实戴上狗尾巴草，然后抱着我笑成一团。经历许多以后，我才明白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迈出的每一步，遇见的每一个人，分岔路口的每一次选择，合在一起，最终塑造出了独一无二的我自己。我感谢这样的人生，感谢所有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。往后余生，我也会如现在这样快乐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